毕业后没找到工作，我回家继承了我家200亩的西瓜地。半夜有人敲门，你看我像人像妖？我微微一笑，我看你像能天天帮我看瓜的好伙计。后来他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看瓜撵刺猬。正文开始，我小时候养了条蛇，按理说蛇这东西没感情，也不认主，但我的蛇有点不一样，我的蛇能帮我看瓜。我家里有200亩西瓜，从我记事起就在瓜田里看瓜。小时候我爸抱着我看瓜，长大点，我爸给我在南边搭了个小瓜棚，他在北边看，我在南边看。西瓜圆滚滚的，藏在瓜瓤下，200亩地从南到北一望无际。暑假的夜里，我爸总是睡不下，沿着田地来回的转悠。我那时坐在瓜棚边上玩着，瓜田里能有什么好玩的？最多的就是蛇和田鼠，田鼠吃瓜，蛇吃田鼠。大蛇、小蛇、老鼠乱窜，我的床边就有一窝蛇蛋，那窝4个蛇蛋不知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只是我看到的时候就在那边。后来我看见第一条小蛇出了蛋壳，我戳了戳它，它迷迷糊糊的爬进了我的手心，舔了舔我手心。我没把它当儿子，但它貌似把我当妈了。我喂它水，它喝；我喂它吃的，它吃。我把它放在口袋里，它也不跑，后来就被我装在口袋里养着了。白天跟我爸去卖瓜，灰扑扑的瓜棚里，我坐在柜台上玩小蛇。大人们注意不到，也许是注意到了也没看清，许是看清了也没来得及管，人都太忙了。只有小蛇整天缠着我手腕，睡在我手心里，被我小手揉搓着鳞片，偶尔手劲大了便缩进袖口，不给捏了。瓜一卖就是一天。晚上我在瓜棚里抱着蛇睡，小时候特羡慕别人都有娃娃抱着睡，长大后买了娃娃，又觉得小时候特别牛逼，能抱条蛇睡。人生就是一个轮回，小孩羡慕大人，大人羡慕小孩。我记得好像是6岁的时候捡到了蛇，刚开始我爸不知道，后来蛇越长越大，我的袖子放不下了，我爸也就知道了，他开始以为是假蛇，我缠在手腕上玩的。后来我的蛇把我爸养的小鸡吃了一个，蛇吃就算了，还给我带回来了一半只小鸡就丢在我的被窝里。我爸掀开被子，第一眼是我，第二缩在我怀里睡着的蛇，第3眼是床尾还剩一半的小鸡。我爸大约是震惊过了头，他居然又把被子放下来，还贴心的给我掖了掖。等到我醒了，我爸从容的拿起了扫帚，妈的，小兔崽子，叫你养蛇，叫你整天抱着蛇睡，叫你的蛇吃了我的小鸡，老子今天打死你！我一边抱头鼠窜，一边哭嚎。后来我爸没追上我，放弃了，而我的蛇也过了明路，留下了。我是乔南，我的蛇叫小北。夏夜的瓜田里，小蛇跟着我和我爸沿着绿油油田地赶刺猬，抓田鼠。等我睡下，它又熟练地爬上床。它是冷血动物，它喜欢我怀里，暖和。那时的夏天连风扇都没，我喜欢它缠在我手腕，跟冰凉贴似的，降温。偶尔我也把它缠在我额头上，睡着舒服。我12岁的时候，我的蛇6岁，我去城里上初中。我爸给我扛着一麻包的被子，他帮我铺好床，走的时候让我伸手，然后把我的蛇硬生生从手腕拽下来。蛇张开嘴想挣扎，但被我爸照头打了一巴掌。蛇老实了，被我爸拎着7寸拎走了。我没老实，不死心的跟着我爸抹泪。我爸生气的拧我耳朵，你看这蛇比你爸都亲，他是我看大的吗？你还是我看带的呢？知道要不回来，我扁着嘴擦擦泪，爸，你给他吃点好的轰轰啊，不然他得闹了。滚蛋滚蛋，上你的学去。上不好，我把这破蛇炖了。我被吓得一激灵，炖了。好了，这下我也老实了，求放过我的蛇。初一那年寒假，我拿回来了第1名的奖状。我爸看着我的奖状挥挥手，玩去吧。我立马去找小北了。那年小北7岁，是一条挺大的成年蛇了。细长的蛇形隔着毛衣缠在我的腰上，然后蛇头挂在我肩膀上睡着。打开羽绒服衣领，我就能看见小蛇本来就怕冷，又是冬天缠着我一点都不肯放开，我也不在意。我们家鸡有鸡窝，鸭有鸭窝，就连小鱼都鱼缸，但我的小蛇什么都没有，它不是我爸的，它是我的，所以它没有窝，它只有我。这么一想，我的小蛇还是可怜了些，可怜的我都开始心疼了。那天我跟我爸申请一个小鸡喂蛇，又被我爸打了一顿。它没有窝，那是因为它只睡你被窝。小兔崽子，你再给我惦记我的小鸡，你跟你那破蛇一起去住狗窝。狗窝太小了，还是被窝舒服，所以我到最后也没给小蛇找个窝，还是睡我这里好。我的蛇养了很久很久，晚上抱着睡，早上抱着起。我洗脸刷牙，小蛇也凑过来漱口。我中午吃饭，小蛇也会吃口鸡肉。小北能带出去，它不乱跑，但人多的场合是不行的。尤其我上学，每次看见我收拾书包，它就飞快地钻进来，但没什么用，它总会在校门前被我爸揪住，提溜回家。直到后来它习惯了，我去上学的时候，它就缩在我的被窝里，我回来它就挂在我身上。偶尔它也跟着我爸出去转转，看看瓜田。西瓜这东西很看天意，风调雨顺的时候，西瓜又大又圆，吃着也甜。我们家西瓜平时赚的也还行，200亩地除去人工化肥各种成本，一年能净利润赚8到15万，但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赚的。我高中那几年总是旱得很，河里没水了，井里没水了，连水库都没水了。西瓜赔了，200多亩的瓜苗死完了，人工带买苗带别的赔了20万左右，就这么连着赔了3年。在我上高2时，有一天我看见我爸蹲在门口瞧着瓜田抽烟，他很少抽烟，可那天一根接着一根抽了2盒。后来他瞧着空了的盒子骂了句，回头瞧见站起来拍拍灰，回家吃饭。吃完饭的午后，我就坐在窗台前预习。那天太阳太大，人是恹恹的，连蛇都不乐意动。小北要死不活地躺在地板上，被冲进家门的小狗须咬了一口后，立刻回咬了一口，但下一秒又委屈地凑过来。我瞧着它，小蛇钻进我怀里。那年村里有收蛇的，那天下午找上我家，说收小北能给到2万8一条，但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我爸推出去了。滚蛋！我爸关了门，回头看见我语气不太好，去学习去。那年夏天结束，家里的鸡鸭都卖了，唯独没提小北。我问了一句，我爸看了我一眼，说那是你的。初秋时，我爸又给我按回了学校。我高3住校，1个月回去一次，我每次回去看着家里都感觉有点不对。后来我终于知道哪里不对了。爸，你这1个月去哪了？家里桌子怎么这么厚一层灰？我爸一顿沉默了。我爸不是能说谎的性格，但大约是不想回答，瞪了我一眼。你还管得着你爹？好好学习去。我爸不说，我也问不到什么了。高
高三那一年过得都很快，我在关注起我爸时，高考已经结束了。那个夏天，夜晚有草丛里蟋蟀的叫声，树上知了猴的叫声，还偶尔会有一些奇怪的鸟叫。我睡在躺椅上，小被窝在我怀里，风扇呜呜的转悠。我和我爸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后来我爸忽然进屋，出来后给我一张卡。我瞧着那张卡，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爸总觉得赔得太多，怕我上大学钱不够用，去年偷偷摸摸背着我在厂里干了1年技术工。那张卡里有15万，我说太多了，他说不多，一个人在外边4年呢，穷养儿，富养女。他给我感动的，我低头都快哭了，一抬头刚准备说些什么，就看见他后背痒又够不到，索性拿我的蛇拽着2头在后背挠了挠，我顿时哭出来了，蛇还我，都给我挠臭了。暑假快结束的时候，我见到了我妈，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我妈了。我爸妈没结婚，未婚先育，后来生了我，我妈在家照顾了我3年。我3岁的时候，我妈去读研，后来再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。我爸不跟我提她，我也没有问过，直到那天有人敲门，我打开门就看见了他，他看见我的一瞬间有些愣神。你是乔南？我爸不在，我和我妈面对面坐着，太尴尬了。我起来给他倒水，还没再坐下，就听见一声尖叫，有蛇！我回头看见小北好奇地打量着我妈，小蛇不懂什么，不过他可能是觉得我妈有些像我，所以好奇。我把蛇拎走，丢进房间，关上门，再回头对上我妈震惊的眼神，我妈声音颤抖：“你养蛇？”小北他挺乖的，不用怕。我把水放在我妈面前，我妈咽了咽口水，拿起水杯喝了一口。我们继续面对面坐着，更尴尬了。小南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不太记得。我回了一句：“我是你妈。”我又回了一句：“那天直到我爸回来，我才终于能回房间。”我扑到床上，小北从被窝里爬出来蹭了蹭我，我摸了摸小北的脑袋，乐了：“宝贝，你能跟去上大学吗？没有你，我以后怎么活呀？”我握住他的尾尖轻轻摩擦，尾尖乖乖的随我揉捏。小北很像我的阿贝贝，每次心情不舒服的时候过来撸撸蛇就好多了。不过小北这2年都不对劲，每次我摸他，他都想躲，但好在今天他没躲，反而缠着我的手腕轻轻蹭了蹭。今天好乖，好宝宝。小蛇愣了一下，僵在那里，但我没在意。起了困意，我抱着我的小蛇睡熟了。我高中毕业了，我大学的时候因为养蛇没住学校，在外面租了个间房子。大学很忙，白天上课，抽时间考证书拿奖，晚上还兼职帮人剪视频。我很努力，不过我没想保研，有人抱有远大抱负。我到底太懒了，我想毕业，我不喜欢上学，从小就不喜欢。我对学习没有兴趣，但是都在学，我就也学。考证书也是，那像一项项必定的任务，我只想抓紧完成。英语4级考了，英语6级也考了，计算机2级3级，高中教师资格证，甚至暑假空下来的时间还报班考了注册会计师。如果不是专业不对口，建筑师2级我也想考。我在我租的房子里复习，春日的阳光照进屋内，小北窝在我怀里任我有一下没一下的捏揉着。后来他觉得不舒服，尾尖打掉了我的书，勾着我的手指在我指尖轻咬。我思绪被打断，另一只手下意识想捡起书，但下一秒另外手腕被蛇尾抽一下。小蛇生气了，重重地咬了一口我的手腕。被咬疼的一瞬间我怔住，好一会忍不住问了句：“你也要来大姨妈了？脾气这么差？你见过炸毛的小蛇吗？”我见过，那年小北快长到2米多。他气呼呼地回了房间，钻回被子里，门被他反锁。那天我看完书，写完试卷，吃完饭，大半夜的躺在沙发上睡着了。睡到半夜忽然惊醒，有点反应过来了。入春了，小北这么大是不是该发情了？小北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锁了8天，他这个品种的蛇特能扛热，半个月不吃都没事，我就没管。后来考完试那天，他大半夜溜进我被窝，我被闹腾醒，打了个哈欠，消气了。小蛇亲昵地蹭了蹭我脖颈，我笑了下，啧，睡吧。祖宗，我大学时不住宿舍，也没参加社团，所以除了上课几乎不在学校。我几乎和所有人都没有交集。可是那年夏末的时候，我突然被表白了。那个男生是新生，他说他认识我，他初中、高中都看过我的光荣榜。他说他叫夏科，学姐，我超级喜欢你，只是我每次刚升学你就离开了，这次终于见到你了。夏科是个很热情的男生，但是我大约有点双向，我真的无法接受跟一个认识不久的男人谈恋爱，每天腻歪在一起，拉手亲嘴看电影。那天我沉默好半天，然后果断拒绝。我不喜欢比我小的。我那天拒绝完就把人抛之脑后了，继续努力学习考证，直到有一天有人敲门，我打开门就看见了夏科。学姐，老师让我给你送论文材料。我懵了，他连忙解释，他说跟我是一个专业课老师也是同一位，他现在在老师的课题组，听说老师找人送材料，他就主动来了。夏科把材料递给我，然后眼巴巴地瞧着我。学姐，我能进去坐坐，喝杯水吗？他话没说完，忽然看着我肩膀，那一瞬间他的脸色忽然苍白。学姐，有蛇。他话音落下，眼一翻整个人就往后倒了下去。我怔住，侧头看了看从肩膀探出头的小北。夏科醒来的时候，看着我脸色更加苍白了。学姐，你养了蛇吗？夏科好半天勉强挤出来一个笑。他那天被吓坏了，茶都没喝就跑了。那之后夏科再也没找过我，偶尔在学校看见我也跑得飞快。而我大4那年找了实习，那年小北快16岁，长大了很多，尾巴能环住我的腰，蛇头搭在我肩膀上。这年纪的小蛇最是粘人的时候，我每次实习下班他都要传过来要抱着。我认认真真实习了半年，我工作的不错，可等到快转正的时候，才被同事偷偷告知，今年的转正人选早已经内定了。我愣住，6月底刚毕业的我被辞退了，那年的工作好像格外难找，我条件已经很好了，可应聘了10几家都没过，而且1个月5000的工作居然有研究生来应聘。我被吓得怀疑是不是自己不行，但还没来得及难过，就被我爸一个电话喊回家了。他腰椎间盘突出住院了，让我把西瓜收了。我跟我爸说安心养病，拍着胸脯跟我爸承诺，家里的瓜有我呢，放心就好。前脚刚说完，后脚抱着小北回地里，一看就沉默了。今年收成太好了，200亩地里是数不尽的绿油油的西瓜。收瓜的第1天，我抱着瓜唉声叹气。当天晚上，我在家门口贴了个牌子，招人招收瓜伙计。
招了3天，1个月8000，找了4个人，但收瓜人还是不够。我抬头看到隔壁老李家拼命收瓜的青年眼都红了，忍不住去问了一句：“你们家这小伙子花多少钱找的？这么能干活？”李老头当时就乐了：“小乔啊，真正的苦力拿钱可是请不来的。那怎么请？”我一副虚心请教的样子，老李意味深长地看着地里拼命干活的年轻人。小南大学怎么没谈个男朋友？家里地找女婿，不要钱，多出力。嗨，那时候上大学拼命考了好多证，当时总觉得男人影响我发论文，早知道是这用处，我就谈了。这是我琢磨了一天，晚上巡视完瓜田，我抱着小北碎碎念：凭什么本宫没有一个男朋友？都是你的错，本来有人追我的，后来被你出现吓跑了。小北不明白我为什么生气，但小北委屈半天，又讨好的蹭了蹭我，又凑近似有若无的亲了亲我。我不理他，他巴巴的凑过来要抱抱。算了，他都凑过来了，那就抱着睡吧。我那天晚上没睡好，半夜醒来，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好半天才发觉，不是，我的蛇呢？我那么大一条蛇，睡觉前还在被窝里呢。我的蛇丢了1周。小北之前也出去过，他有时候饿了2、3天捕食吃饱了再回来也很正常。可这次我总觉得不对，可是他是一条蛇，丢在村里又没办法找。我继续每天摘瓜卖瓜算钱，直到那天晚上有人敲门，我打开一看，就见一个青年。那青年生得漂亮，丹凤眼，高鼻梁，五官生得凉薄又清冷，但是他垂着眼睛又显得有些可怜，白色的短袖脏兮兮的，像是不知道从哪捡来的。他抬眸时眼尾微微泛红，漂亮的让我的呼吸一滞。他好半天才小心地问：“你觉得我像人像妖？”我当时乐了，我看你像能天天帮我看瓜的好伙计。他懵了，看看我，又看了看身后200亩瓜田，懵了。你晚上说你要找男朋友，是为了收瓜？他沉默，他叹息，在我的一脸期待下，他连夜开始干活。我养了小北16年，事实证明，有付出就有回报。小北小时候赶田鼠，长大了收瓜。小北晚上卖力收瓜，我晚上睡觉。等我白天卖瓜的时候，小北缩在我怀里睡觉。偶尔我无聊，下意识捏2下，把小蛇捏醒。小蛇迷茫，眼里都带泪了。困，我困也不许睡。小蛇哪受过这委屈，照我手腕咬了一口，可咬着咬着又舍不得了，蹭了蹭手腕又睡熟了。8月底，最后一茬瓜被瓜贩子一车车拉向4面8方，终于瓜也收完了。我那天关了门，回了院里就困得睡死过去了。夜里不算特别热，我没开空调，抱着小北睡，小北人醒也凉凉的。天快黑的时候，我爸回来了，我的门嘎吱一声，房门被推开了。乔南，起床吃饭了。我爸就那么瞧着我，像他第一次在被窝看见蛇一样震惊。他对上刚睁眼的我，面无表情地吐出一口气，出来吃饭。他说完就退了出去，留下我一个人坐在卧室好久，不想出门见我爸。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出门解释我在家抱着男人睡觉这件事。最后饿得实在太狠了，还是一咬牙出去吃饭了。小北变成小蛇缩在我怀里，他也怕我爸，毕竟他小时候天天听我爸说要把他煲汤。我爸看了眼我怀里窝着的蛇，问我怎么想的。我摇摇头，我也不清楚。我爸顿了一下，面色如常，继续说道：“那你先找个时间带他去上个户口。”我震惊，他户口？他也要上户口？时代在进步，不上是黑户。我大学这几年家里收成不错，刚入秋那会儿，我爸想在市里给我买套小房子，后来看了很久，房子不算太好，老破小，不过在市中心，小区出门就是市公安局，安全。我们是不出名，开发也不怎么样，但所幸还是找到了工作，工资不算高，交完5险1金到手5500，公积金860，不过没有房租的烦恼，我每个月吃吃喝喝还能攒不少。而我妈也住在市里，我这才知道，她当年研究生毕业后回市里当了基层公务员，她现在又结婚了，对方也是单位的人，职位还挺高。我没在意，但我妈在意，她似乎是想补偿我。我当时买房子，她就非要给我出一半，但被我爸拒绝了。我是买完房才知道这件事的，他们老一辈的事我也没再多问。可我在新房子住下的第2天，我妈就来了，说给我送些吃的。那之后她就经常过来，有时候是说要给我做饭，有时候是给我送东西，有时候找人来打给我扫卫生。不过她每次看见小北都忍不住蹙眉。我妈不喜欢小北，她不明白我为什么养条蛇当宠物。我没解释，主要也不知道从哪解释。说小时候没有玩伴，说我爸太忙我跟着看瓜没有玩具，可太生疏，说不出心里话。最后沉默地吃着饭。她说我这个性格有点内向，不爱说话，可以看心理医生调理一下。我顿住，后来我妈说帮我周末约了人，就是心理医生，刚好是她朋友家的孩子。那孩子叫裴恒，父母都是体制内的，人长得也好看，年薪50万，刚好周末回来，你自己好好把握。我亲妈好像对我的人生大事格外关心，我不想去，但我妈还是约了对方，就在小区门口的咖啡馆。我妈把我送过去，就回了我家，就和我妈说的一样，裴恒人很好，性格家世都很好。我跟裴恒聊了一会儿就告别了，我自己又在咖啡馆坐了一会儿才回家。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中午，门大开着，很多人进进出出。我妈请了保洁，他们在打扫卫生，她又给我添了很多家具。我绕过那些人进了屋里，却发现我妈不在。我没在意，回了房间才发现不对劲，我又去侧卧，也没有，厨房也没有，家里各个角落都没有。小北出去了吗？不对，现在正是北方最冷的时候，小北已经睡了1个月了，怎么会这会儿跑出去？负责装柜子的小姑娘问我这么着急在找什么？我家里有条蛇，您见过吗？哎呦，是那条2米多的蛇吧？我看见了，好大一条。它在哪？那是你的宠物蛇吧？你不要找了，你妈妈说养蛇不好，已经请人捉走了呀。我当时还看了，那蛇没什么攻击性，看见人只想跑。后来你妈妈还是请人搬了床把蛇捉了，那蛇可聪明，想自己开笼子，但被捉蛇的拿刺藤绑住，划了一身的血。我一时间觉得头晕目眩，我给我妈打电话，我妈没接。我又深吸了一口气，边走边给我爸打了电话，爸，你快来！我妈请人把我的蛇捉走卖了。我开口的一瞬间就带了哭腔，我爸也被吓了一跳，连忙安慰我，你别怕，我现在过来。我那天打不通我妈的电话，甚至都不知道去哪找，一边哭一边去了公安局。后来警察陪我去找我妈，我妈一开始还一言不发，后来被逼问久了，
他养蛇，那蛇万一咬了他怎么办？我是他妈，我晚上做梦都怕他被咬了。闺女，你不能养那个蛇。我那时候真是崩溃到了极点。我的小北从掌心那么一点点打养到现在，我养了小20年啊。我后来不问了，抄起一旁的凳子，把他家的玻璃茶几砸了。李石兰，我要找不到我的蛇，我就弄死你！我拿起凳子砸完茶几，又疯狂地砸他，身后警察忙拽住我，我不放手，又捡起一块巨大玻璃碎片。那天闹腾很久，我妈被吓得脸色惨白，又被人一问才说了卖给谁。我爸带着我找到小北的时候已经是凌晨，小北就躺在笼子里，一身血。收蛇的人说小北太能挣扎，打了麻醉。我抱回家的时候，小蛇还晕着，我擦着那血，泪又落了。爸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你先别怕，没事的。小北又不是普通的蛇，哪有那么容易出事？我们现在去宠物医院。找了很久，没有能看的。后来我爸咬牙带我回村里找了半仙看，那半仙看了眼蛇，又看了眼我，面色有些古怪，最后给了我一些药。这个内服，这个外敷。我看着那什么都没写的纸包和小瓶子，忍不住问了句：这些是什么药？半仙微微一顿，最后还是开口：布洛芬粉末和碘伏。看着我茫然的眼神，半仙又乐了。小姑娘还是要相信科学，而且你家蛇看着严重，其实也就是皮外伤，不是熬过2天也就好了。给你开点，就是让你安安心，放心吧。没事。小北醒来的时候看见我一惊，他伸出指尖蹭了蹭我眼角的泪。你怎么哭了？疼吗？还好，我没事，不用担心，我只是太小，但身体还是比人类好很多。他微微一顿又笑了，别怕，乔南，我不会离开的。小北好了一点后，我妈又过来了，我们让她上门，在楼下见了她，她笑得如往常一样。姑娘，上次是妈做错了，妈这次来是想问问你，你跟裴恒聊得怎么样啊？我有男朋友了。我妈愣住了，好半天才勉强挤出来一个笑。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？什么样的人？抽空让妈见见。我沉默好半天，最后还是开了口，我不想让你见他。我妈的脸色一瞬间有些僵硬，后来蹙眉瞧着我，乔南，你不要这么说话，那只是条蛇，我是你妈，我是你亲妈，你是我当年怀胎10月生的，你刚出生那会白天哭晚上闹。他那天说了很久，但我没说话。后来我爸过来了，那天是周末，我爸买了一只大鹅，寻思开个荤，给我做铁锅炖，刚好在小区门口看见我和我妈，我妈跟我爸说了经过，我站在一旁一言不发，眼观鼻鼻关心。我爸瞧着我妈，石兰，你现在也有了别的孩子，干嘛一直盯着乔南不放呢？乔南今年都23了，他自己要干什么心里没数，用你来管这些。石兰，我说句难听的，乔南不是不认你，他是不认识你，他跟隔壁家邻居都比跟你熟，他18以前都没见过你，是他自己努力上学，努力上班，自己好不容易长大了，你老掺和他的人生干嘛呢？你老说他小时候，你说这些做什么？你觉得他欠你的？他欠你多少？你生了他，你养了他3年，所以你要他怎么还？你说出来，我们商量，商量完了，你放过他。他小时候我就没时间管他，他从小就是一个人起床，一个人刷牙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玩，玩到晚上了还是一个人睡觉。别家小孩爸爸妈妈奶奶姥姥的，可我是孤儿，你又不在。乔南他从小就一个人，能活下来都不容易。他以前我们都没管过，现在我也不想管，我也不要他回报什么。石兰，你到底要啥？你也说出来。说完了，结束了，以后咱们就别来给他找事了，好不好？我妈的脸色一瞬间暗淡下来，沉默良久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我欠他的。你欠不欠都不重要了，回去吧。孩子大了，我都不管了，你管他干什么？他又不是傻子。我妈走了，我爸才拎着鹅转身上楼，我立马跟上。小北的身份证那天也刚好下来了，寄到了村里，我爸给顺便我带了过来。小北姓柳，柳之北，挺文艺的名字。我看了半天，我爸路过问我那蛇呢，我指了指侧卧，冬天犯困睡着呢。不用管他爸，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能接受？有什么不能接受的？村里有的是半仙，早年间我见得多了，更何况你那蛇是家里养大的，你自己喜欢就行。我爸吃完饭就走了，我进卧室，卧室开了空调，暖乎乎的，我缩进被子却怎么也睡不舒服。直到有人钻进被窝，他凑近我，声音低哑，你不开心，抱着我睡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开心？你每次见那个女人都不开心。那个女人是指我妈吧？我打开床头灯，暗淡的灯光下，她下意识抬头瞧着我，我伸手捂住那双凉薄的眼睛，亲了一口。她愣了一下，握住我的手腕拉下，在我手腕亲了一下，她在抬眸，红透了的眼尾透着一丝艳色。我声音也有点委屈，她不喜欢你，她凭什么不喜欢你？你是我的，她怎么敢的？她握着我的手微微垂眼，我是你的。妖精。小北在家里学着做饭，托我爸的福，我从小就没做过饭，现在上班后天天只能点外卖。我爸看不下去了，他就那么把我的小蛇从床上薅了起来。他不做饭，你来做。小北还困得迷糊，但还是老老实实的围上围裙。他打了个哈欠，开始放油炒菜。我看着厨房欲言又止，止言又语，最后被我爸瞪了一眼，忘了要说啥。4菜1汤，连着做了1周，后来我爸教会了，就不管了。小北夏天的时候考了驾照，我早上晚上在家吃，他现在中午也会给我送饭。小北按照标准，我爸说了4菜1汤，那就必须是4菜1汤，吃的极有仪式感。他卡点送过来，吃的时候还是热的。公司时常有同事看见我的饭菜啧啧称奇，后来他们问我能不能多送几份，他们多出钱也行。我问了小北，他说可以试试，我帮他办了健康证和营业执照，他的外卖餐馆就开起来了。他每天只干中午2个小时，但他做的干净好吃，卖得好的出奇。后来月底我给他算了一下，纯利润37680。小北为我爸买了一把按摩椅，我问他为什么不给我买，他侧头看着我，认真道：我学了，我给你按摩比按摩椅好用。我低头捂住脸，笑得厉害，老公还是自己养大的好。小北的饭馆冬天就关门了，他要冬眠，直到那年家里通了地暖，他的冬眠才好点。临过年的时候，我放了年假，我给我爸打电话，我爸说他整个冬天都跟朋友在海南钓鱼。什么朋友？女朋友啊。我爸让我们不用找他过年，那年雪大的大了些，整个城市都在打雪仗。小北裹得严严实实的跟我下楼，粉色的围巾裹住了半张小脸，棕色的羽绒服从头裹到脚腕。我问他冷吗？他摇头，伸出手握住我，他的掌心是热的。你给我贴了好多暖宝宝，我快烤熟了。雪落在他的睫毛，他委屈得很。
小北的钱都放在我这，过年前我带他去买衣服。我那天拿着卡，都觉得自己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大富婆，进店都忍不住想开口，把你们店最好的衣服都给我插下来，然后被自己的想法逗笑了。后来给他买了4套新衣服，差不多花了小1万。小北身材很好，穿上身就都好看，他站在那里就被导购夸了很久。后来我又花了2万6给他买了一套定制西装。后来轮到我选衣服的时候，小北把他们店里最贵的一件给我抱了过来，我看着衣服怔住了。谁给你挑的衣服？导购，我说要最贵的，他就给我拿了这个，1万8。这是婚纱，婚纱不能买吗？能。全文完。